东北马家传人误闯古墓，打开棺材才发现里面有具容貌绝美的女尸。突然醒来的女尸竟然说自己等了1000年。不管你到哪，我都能找到你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部玄幻大剧《鬼墓灵灯》。在千年以前的古月天国中，艺术国师谋权篡位，想要封印古月公主于天龙山脉之中。护国大将军马天明知道后，为了心爱的公主，独自闯入龙窟。此时几个萨满正在做法，目的就是为了逼马天明说出出马仙的秘密。虽然马天明在用法术闯进龙窟中，但四周的萨满已经施法完成，公主的气息仿佛变得十分诡异，更是在此布下了阵法。马天明没有一点反手之力，棺材中的公主仿佛感受到马天明的危急，突然坐了起来，脸色也变得狰狞。此时的她已经成为巫妖般的存在，情绪的波动使得她身上的法力时隐时现。萨满们仿佛受到了精神冲击一般失去，马天明仿佛也知道公主身份的改变，但他心里的爱并未发生改变，两人拥吻在一起。国师这时突然出现，他看着公主身上的气息，也知道法术成功，制造巫妖的他自然知道怎么对付巫妖。先是随手一击夺取精疲力尽的马天明，又使用法门再次封印了公主。法师因为心里的喜悦，并没有仔细查看便离开了。随后一名对公主忠心的小孩出现了，他拿走了封印的阵眼蛇眉同心玉。时间来到现代，马九英是一名马家弃子，只因他不学出马仙法，偏偏对盗墓十分感兴趣，还拜了一位摸金校尉为师，平时就靠着倒腾古墓赚些温饱。或许是常年接触古墓阴气，马九英时常做噩梦。这天又被噩梦惊醒的他接到了好友胖子的电话，对方只说东西找到了。两人所说的东西便是一户大户人家的家传之宝。这户人家主人名叫九叔，是个瞎子，一生致力于研究古月天国的文化。他们的家传宝便是那个远古流传下来的机关盒。他先带养女小玉再次尝试打开机关盒，无果后便离开了。两人走后，马九英和胖子便翻了进来。马九英转动这个怪异的八卦机关盒，两人正想着办法，小玉却突然返回，胖子又自己挡住小玉。身后马九英却回想起小时候马家前辈传授的易经，很快机关盒就被打开，两人拿着里边的宝玉离开，并没有伤害小玉。这时九叔却从一旁的密道中走出，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。古月天国的秘密是修行界的隐秘，只有这个马家弃子最适合去探取那里的秘密。两人拿走的玉石便是蛇眉同心玉，机关盒中还有一张羊皮地图。一处荒野之处，小玉搀扶着九叔，身后2名退伍特种兵跟随。几人根据地图来到一处荒地，洛阳铲一铲下去，地上冒出一股股鲜血，很快鲜血形成一个6芒星法阵。随着一股诡异的铃铛声，九叔两人原地消失不见。这一幕看呆了一旁躲着的马九英和胖子，还有另一个合作伙伴苏月。马九英倒是早知道这世界隐藏着许多秘密，根于八卦，此地与群山形成大阵，几人消失之处便是死门所在。面对马九英的谨慎，胖子和苏月只是感到神奇，看阻挡不住两人，马九英只好一同前往。只不过他不许九叔几人那样麻烦，催动体内灵气，诡异的铃铛声再次响起，几人的身影也逐渐消失，四周也恢复了平静，只有几只乌鸦在不安地叫着。画面一转，一个封闭的墓室之中，四周12生肖铜头，中央一座玄武石碑。2名特种兵发现生肖铜头的眼睛居然是红宝石，兴奋地不顾九叔的劝阻去碰了红宝石。可刚拿到宝石，铜头眼睛却冒出黑烟，仿佛在吸食两人精血。随着两人死去，墓室仿佛被触发，响起机关的咔咔声，上方落下一颗颗巨石。九叔掐指一算，生门应该在蜀门。小玉上前转动开关，果然打开一处传送阵。小玉拉着九叔立刻跑了进去。另一处密室中，马九英醒来就发现自己一人，看来法阵将3人分开了。这时一个红衣女子浮现闪到眼前，说着是时候该还了。马九英被吓了一跳，随后红衣女子便消失不见。马九英看得出那是一次毁灭，可回想自己的前半生，也没有发现自己得罪过这座大神。满心疑问的他遇到小玉，看来法阵把小玉和九叔也分开传送了。两人虽打闹，但也知道此时只有合作才能解开这古墓疑团。相对于马九英的好运，胖子和苏月却遭到一群大粽子。还好几人和马九英经常合作，也学会了几招除魔手段，但粽子实在太多，正当要坚持不住的时候，马九英和小玉听到声响赶来。有了马九英的加入，几人很快便消灭了墓室粽子，甚至马九英还有空调戏小玉。谢谢你刚刚救我，这是你小峰哥该做的。这让苏月却暗自生气，心想
自己愿意与这马九银这摸金校未成年合作，他却看不出自己心意。只不过谁也没有注意到的地方，胖子的脖子处已经被粽子拉开了一个伤口。虽然几人有着矛盾，可面对生命的威胁，几人只好再次上路。可走了不久之后，马九银便发现重新回到原先的地方。问题是几人确信一直在跟随罗盘走着直路，虽然听闻鬼打墙的传说，但真遇到了，背后还是一阵发凉。小玉在一旁的角落发现了昏迷的九叔，而胖子看到墙壁上的壁画突然多了好多的人民币，正要触碰的时候却被醒来的九叔叫住。胖子回头再看壁画，刚才看到的人民币消失不见，他立即意识到这怕是一处机关。九叔倒是知道指令关系，他也知道依靠自己和小玉根本无法走到墓室的中心，于是提出合作。既然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谁也不要碍着谁，各取所需。马九银一行人本就是为古墓宝物而来，而九叔表示宝物可以全部让给他们。接着几人开始研究墙上的壁画。马九银刚才没注意，现在仔细去看，脑中突然浮现一处场景，正是当年大将军带着公主逃跑，国师利用法术很快带人围住两人。在这里，国师早就布下禁灵阵，大将军虽有一身法力，却根本无法使用，只有国师宛如魔神一般。公主似乎也知道两人在劫难逃，她愿意答应国师的任何事情，只要放过大将军。国师同意了。他当年跟随国王，便是想利用真龙天子修炼。现在国王去世，国师再也忍受不了自己一身法力却要受一个凡夫俗子的命令，他要把古月国成为自己的教派。但新命预言古月公主会成为下一个真命天子，所以他才会让公主改命运成为巫妖。但其中一点就是需要公主本身愿意才能行。国师答应了公主的要求，放过了大将军。就算之后大将军赶到龙窟，他没有立即现身，而是等公主改命才出来收尾。等马九银浏览好这些记忆后，现实中时间才过了1秒。这时胖子看着壁画却越发出神，脖子上的伤口开始向周围散发诡异的纹路。马九银给壁画注入法力，墙上浮现2行金字，这些文字是古粤语，小玉倒是看出其中意思，这是墓主人的警告。可胖子还想把金子挖出来，谁也没有注意到，胖子的眼睛深处已经出现了一丝红色，四周也响起诡异的铃声。马九银似乎也发现好友与平常的不同，看到了脖子上的纹路已经扩散到了脸上，胖子此时成了无意识的怪物。马九银一时间变得紧张，脑海里的法术似乎都有些不清晰。直到苏月第一时间结果了胖子，马九银才缓过神来。他一时间无法相信苏月的果断，好友的去世让他把怒火都撒到苏月身上，更说苏月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怪物。你懂什么是感情吗？这么多年了，我跟着你和胖子出生入死，你不知道原因吗？不就是为了钱吗？啊？我们果然是不同。其实马九银一直知道苏月的心理，但他一直在逃避，局面上的慌乱让他无法冷静。苏月直接转身离开，队伍里的人越来越少，如今只剩3人。马九银没有多说什么，默默把衣服盖到胖子身上，仿佛在祭奠这个曾经的好友。小玉此时也只能给他一个拥抱。两人带着九叔继续前行。这次马九银看着罗盘，再三确定一直走的是直线，但3人最后还是回到壁画这个地方。身后机关启动，石门落下，3人是彻底被困在这里。但背包里的食物已经剩余不多，此时的困境连马九银一时间都有些头疼。石墙落下，仿佛只是开始，中间的深洞开始冒起毒烟。这下几人是彻底没辙了。无论马九银和九叔怎么转动罗盘，都显示死路一条，有毒烟的存在。首先坚持不住的是小玉，小玉自小跟在九叔身旁，性格也类似纯真，这些天跟着马九银，似乎也慢慢喜欢上了她。马九银也对这个单纯的女孩有着好感，催动体内法力越发频繁。马家仙术不行，那就是有摸金校尉的秘术。生门和死门在他眼中突然合二为一。马九银突然明白了，那冒着毒烟的深洞便是最后的生门。他拉着小玉和九叔急忙跳下，随着一声闷响，马九银大口喘气，他知道他赌对了。眼前一条径直的小道，3人走了好久，前方突然出现一个身影，走近才发现正是浑身是血的苏月。他出动法阵比几人提前来到这里，而前方粽子的尸体说明他经历了一场战斗。苏月不小心也被抓伤了，成为了无意识的存在，满脸的符文显得他很是妖娆。马九银看着这个一直推荐的女孩下不去手，还是苏月看到马九银的眼泪，仿佛回神一般，努力控制自己的身体，拿刀捅向了自己的心脏。在最后时刻，他说出了一句隐藏的话：粽子尸体之后便是主墓室，九叔仿佛感应到一般，跪在棺材前方嚎啕大哭。等马九银和小玉来到这里，把蛇眉同心玉放入符文，九叔在一旁出现。他其实一直看得见，为的就是这个墓室。原来九叔是1000年之前那个小男孩的后人，他为的就是打开封印，释放公主。
棺材随着小玉的血开始变得诡异。突然，棺材中1000年前的巫妖公主醒来，她却一直盯着马九婴，缓缓走到她的前方。原来马九婴正是1000年之前大将军的转世，他身上还带着大将军的一丝魂魄。两人相见一眼万年。此时公主已是巫妖之体，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在大将军的劝告之下，两人选择进入轮回，而公主体内的1000年法力被他赏赐给了马九婴。九叔的一生就是为了替祖先偿还公主的恩情，现在他已经无所谓了。他把小玉托给马九婴之后，就跟随仙人而去。墓室之中，只有马九婴带着小玉走了出来。故事结束。好了，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